哎，这不是江城吗？他不是去大城市打工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种地了？在村里种地能有啥出息啊？城市里哪那么好混？每天熬夜加班还赚不到多少钱，还不如在村里种地逍遥自在呢。我就是想过慢节奏的生活。请知道宿主的行星创制，恭喜宿主搞定超级农场主系统，奖励超级农场。超级农场？这就是系统刚刚说的超级农场？这跟普通的田地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吧？难不成一锄头下去，我还能刨出个百年灵芝啥的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！恭喜宿主挖到百年灵芝一个！我去，还真有百年灵芝！这么大的灵芝，肉质又这么厚实，起码得值个10几万吧？这农场真给力！我刨！我看看超级农场还有什么好东西。啊，这坑爹的吧？全都刨完了也没刨出来什么好东西。啊！恭喜宿主完成第1次土地翻整，奖励煲汤秘籍一部，请尽快种下瓜果蔬菜，为煲汤做准备。菜谱？我要这玩意儿有啥用？我还得花时间去学。怎么回事？书怎么进我身体里了？等一下，我好像知道怎么煲汤了。所有的煲汤方法我都掌握了。系统奖励的菜谱不用学就会，真是太好了。系统让我种蔬菜煲汤，正好先种根黄瓜。行了，种好了。趁着天色还早，我得赶紧去把灵芝卖了。请问这里收药材吗？小雨，你去看一下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您要卖哪些药材？没有哪些，就一个灵芝要吗？抱歉，灵芝我们不缺的。如果您要是有很多的话，我们还能看一看品质，考虑一下。但如果只有一个的话，很抱歉，我们暂时不收。可是100年份的野生灵芝，你们也不考虑一下吗？100年灵芝，你确定吗？这100年灵芝啊，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哪能说有就有呢？小伙子，你怕不是被人骗了吧？那老先生，你要不帮我看看吧？爷爷，这灵芝好大啊！我看看，哇，这真的是100年灵芝啊，还是野生的。小伙子，你运气可真好呀！这样吧，80万我收了。80万？我原本以为顶多卖10几万。小雨，转钱。好嘞。嘿嘿，一下子有了80万，该干点什么好呢？要不开个店？请问有人吗？小伙子，吃饭啊？店主，我看您门口挂着转让，这饭店是要出售吗？是啊，这饭店你要是想要，80万我就卖。80万？奶奶，你是不是知道我兜里有多少钱啊？不过这么大的面积，这样的地段，80万绝对值了。行，那奶奶，咱们今天就把这个手续给办了呗。成。啊，手续办好了，这饭店是我的了，以后我就是这里的老板了。对了，我得去买点菜种在我的超级农场里，希望那些菜能长得稍微快一点。哇，我刚说希望长得快点，没想到这就长成了。啊，这么矮的藤居然给我结了这么多黄瓜，比普通黄瓜藤多10倍呢。哇，这黄瓜怎么这么好吃？明明看起来跟普通黄瓜没什么两样。我去，这黄瓜也太好吃了吧！这超级农场也太神了。李奶奶，今天营业吗？营业是营业，不过这会儿只有清汤黄瓜面了。你要吃吗？你是？啊，我是这里的新老板，李奶奶已经把饭店转让了。前几天听李奶奶说过，但是没想到这么快。那就给我1碗清汤黄瓜面吧。好嘞，找个地方坐吧。好。来，你的面好了，小心烫。这面
怎么是绿色的？小心烫。这面怎么是绿色的？这面啊是用黄瓜汁和的，你尝尝。行。这面不仅有黄瓜的清甜，还有种说不出的鲜香味，太好吃了吧？你喜欢就好。喜欢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。太好吃了，一不小心就吃撑了。你满意就好。小林啊，徐姐，你怎么在这啊？我找你半天了，考虑好了吗？周老板给的价格可不低呢。徐姐，陪酒这工作我真的干不了，要不你还是找别人吧。赚钱的差事干嘛不干？跟我走。哎，这位大姐，你干什么？你没看出来人家不愿意吗？我是在给他介绍工作，一天100块钱，只工作2个小时，他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工作？你在找工作？我想勤工俭学。我这边也给你一天100块，你干不干？我干。就你这小破店，一天卖几碗面，你以为你多厉害？这一天干下来，挣的还不够给他的工钱呢。这就用不着你操心了，赶紧把手给我松开！呸！我倒要看看你能雇他几天。别看了，留在这儿工作吧。老板，你真要雇我，不是为了帮我解围才那么说的吗？当然不是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员工了。谢谢老板，我叫林诗雨。不用叫我老板，我叫江城，你可以叫我成哥。好，成哥。好，那等会儿我们一起去卖菜。卖菜？对，卖菜。好。老板，这黄瓜怎么卖呀？大姐，我这黄瓜6块钱一斤。人家顶好的黄瓜才2块5一斤，你要那么贵？6块？你坑人呐！来，大叔大姐，你们都过来看看，我家这黄瓜新鲜的很，绝对好吃。来，大姐，你尝一下，我这黄瓜可都是自己家种的，纯绿色产品，不打农药，而且6块钱绝对不亏。现在只是在试买，以后肯定会涨价，大家买到就是赚到啊！真有这么好吃？行，那我尝尝。这也太好吃了！这是什么品种呀？这看着不咋地，吃着这么清甜，这都不用放调料，直接吃都好吃的不得了。真有这么好吃？老板，给我来5斤。好。不理我，你不会是托吧？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给我孙子买好了。老板，来加个你的联系方式，我怕下回想买找不到你。您走这儿。来，给您。谢谢老板。真的好吃。来，诗雨，把黄瓜掰开，让大家都尝尝。哎呦，什么黄瓜？什么黄瓜？哪有这么好吃？我也尝尝，让我尝尝。哎，尝尝。大家都来尝尝啊！这也太好吃了。给我来2斤啊！不，我要5斤。好嘞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给我也来2斤。给大家装上。好嘞，我也要。来。这黄瓜怎么这么多人抢？有这么好吗？说，您也来尝尝。这真好吃。确实不错，剩下这些我全都要了。你凭什么全要啊？你懂不懂规矩？一边排在一起。不是，我多要点，我要10斤。这样，等前面的都买完了之后，剩下多少都归你，怎么样？你都买了，别人买啥呀？懂不懂规矩？来，诗雨，给大家都称上。剩下这些还剩半筐，都给你称了啊。半筐也太少了，行了，就这吧。哎，行。毛重152.8斤，去掉筐算150斤，总共900块，怎么样？行，我扫给你。您扫这里。给你转过去了啊。收到了，老板。哦，对了，我是君悦酒店的总经理张有道，以后啊，再有这么好吃的黄瓜，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啊。没问题。走了啊。慢走啊。您慢走啊。支付宝到账200元。不是100块吗？怎么这么多？100块是工钱，另外100块是奖金。今天只有2筐蔬菜，卖了3000多块钱。要是以后啊能卖更多，奖金也会更高。谢谢陈哥。这是按照煲汤秘籍煲出来的汤，水是灵泉井的井水，用这些材料做出来的汤底，这样的面应该会比之前更好吃吧？
哇，真不愧是超级农场，这一口下去都香迷糊了，绝对能大卖啊！陈哥，哇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怎么这么香？你来的正好，来尝尝这个面。好，小心烫啊！怎么这么好吃啊？陈哥，你简直就是厨神啊！你觉得这个面能大卖吗？绝对能！我也觉得。都一整天了，天都黑了，连一个来吃饭的人都没有。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大学城附近吧，年轻人很多，但是他们是不喜欢家常面的。可是没人来吃，再好吃也没用啊。是啊，那酒香也怕巷子深啊。哎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。这个能行吗？希望能引起那些小年轻的逆反心理。你去把它挂到店门口。好，挂完了。好。诗雨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你工作的地方真难找。思雨，你终于来啦！这美女看着好眼熟啊。老套路，你是不是看个美女都眼熟啊？是真的，我真的看她很眼熟。忘了你的灵芝是谁收的了？哦，对，你是济世堂的。正式介绍一下，周思雨是大学生。江城，妈妈的味道老板。啊，你们真的认识啊？我们思雨可是师大校花呢。我看到门口招牌写着“不好吃不要钱”，真的假的？我确定，我就要用这一碗面挑一挑这夜宵的江湖。那可要尝尝江老板的手艺了。我免费请你试吃，如果你觉着好吃的话，你可得帮我宣传宣传。来了，尝尝吧。就这，连点荤腥都没有，能有什么好吃的？哎，思雨啊，陈哥的面真的很好吃的。这不就一碗面，有什么好吃的？你想咱们在外面的网红餐厅，哪个不比这个好吃？真的很好吃的，你尝尝。好吧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勉强吃一口。这面怎么这么好吃啊？不是哟，没想到周大美女也有狼吞虎咽的时候呀。周大校花3口1碗面，坐标今天妈妈的味道。看见没？李老太走了，换了这么个老狐青。咱们徐氏人的口味重，就他这一碗清汤面，还想称霸夜市街？搞笑的吧？让他狂，扛不了几天就得倒闭。哟，来，里边请，吃点什么？快看朋友圈，校花就在这片吃饭。哪儿呢？我看看。妈妈的味道，那家店。你看门上写着一碗面称霸宵夜街，不好吃不要钱，有点意思。走，我们尝尝去。没事儿，一碗清汤面，他们吃不了几口，就又得到咱们这儿来。这面也太好吃了吧！老板，再来一碗。我要加一碗。没事儿，就算真好吃怎么了？就一碗面，吃一次就腻了，能跟你的烧烤摊儿和我的全羊馆比啊？你说的对，还没有哪家店能干得过咱哥俩，让他们得意几天，有他们关门的时候。我去，你看这会人多的，幸好咱俩来得早，不然等会儿连位置都没有。估计啊，都是看到朋友圈凑热闹的，结果一吃发现这清汤面啊还真好吃。可不是，这面真的绝了。林诗雨，我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给你打白工的。你不觉得陈哥超厉害的吗？厉害，当然厉害了。请我吃了一碗面，让我给他打了1天的白工，面都快消化完了。没事儿，我一会儿再给你留一碗。小林啊，只剩10碗面了，在门口牌子上再加上一句最后10碗。好嘞，乔乔，这生意多好。不过咱们有特权，把10碗面改成9碗，给你留1碗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看最后9碗，生意这么好吗？人好像确实挺多的，要不咱也尝尝？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客满了，要不2位搬个凳子稍微等一下可以吗？可以。人多，要不就下次吧。你看他们吃的很香的样子。那咱再等等。啊，这位同学，今天的面已经卖完了，明天再来吧。这么火爆吗？那我明天再来尝尝吧。行，慢走啊。
好累啊！幸好卖完了，要不然我真受不了了。今天真厉害，1天就卖完了。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小林，你的钱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。周思雨同学，你加一下我的联系方式，我把你的工钱也给你转过去。我又不是给你打工的，我才不要你的工钱。好吧，那我把工钱以你的名义捐给希望小学。你看，你还挺有爱心的嘛，没想到你还真转了。来，我来请你们喝水。江老板，我们忙了一整天，连瓶饮料都没有，就2杯矿泉水啊。那我可跟你说，这个可不是普通的水，这可是太上老君炼丹的水。你要是喝下去之后，你这一晚上的疲惫将会一扫而空。你也就偏偏诗雨这种单纯的小姑娘吧，太上老君的水，我才不信呢。我太累了，我先喝了。怎么样？喝完有没有觉得神清气爽，浑身解乏呀？真的，思雨，我感觉我喝完了以后，不仅不觉得累了，而且还觉得浑身都有力气，神清气爽的。要不你试试？我才不喝呢！怎么样？这水该不会真是太上老君的水吧？当然是我空间里的灵泉水了，是真的。现在我还是姜老抠吗？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我才不信呢。好了，我去把留的2碗面给你们俩下了。啊，终于到这个环节了，等的就是这一口。来，谢谢。小心烫啊，慢慢吃啊。太爽了，我明天肯定要胖5斤了。哎呀，你胖5斤也是笑话。真讨厌，我才不要胖5斤呢。不早了，你们就先回去歇着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卖完了，明天再来吧。老娘可不是来吃饭的。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小子挺能耐啊，周老板想要的人你也敢抢？徐姐，人家愿意给谁干活，那也是他的自由，你也不能强迫人呢。嘴还挺硬，阿彪。哎，大哥，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啊！刚才不是挺横的吗？刚是我年轻，不懂事。好的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要你马上解雇小林，明天我就要带他走。好说，好说。那咱就这样说定了，明天晚上6点我过来领人，如果见不到人，我唯你是问。好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那个叫阿彪的胳膊都快比我大腿粗了，我怎么打得过？要是单靠嘴就能赢就好了。现在面都已经卖完了，我去空间看看新种的长好了没有。还真是1天就全都长成了，这速度啊可真神了。第一次使用一键全收，奖励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的对，技能。啥玩意儿？系统，这技能怎么用啊？只要宿主说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，对方就一定会回答你说的对，并按照你说的去做。这超级农场可真牛，还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。陈哥，我不是给你发过消息了吗？让你今天休息，不用过来。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再说了，我也不累啊。我是怕徐姐找你麻烦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说今天货准备的不多，咱们卖完就关门。好。已经5点半了，面都快卖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没事，我不累，我等客人吃完走了，我收拾完桌子就走。不用等了，你赶紧走吧。陈哥，你这么急着让我走，你该不会是……你女朋友要来吧？那我更不能走了，我要看看你女朋友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我没女朋友，你赶紧走，别耽误你学习。我都大4了，大家都找工作了，我学什么习啊？来了。小林，跟姐走吧，工资给你涨到2小时150，比你在这儿受苦受累强多了。徐姐，我真的不太想去。徐姐，你大老远跑过来，肚子一定饿了吧？那正好吃完面再走。
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这个技能也太好用了吧！小林，你去给徐姐做碗面。好。你怎么坐下了？忘了干正经事儿了？小心周总还抽你大嘴巴！哎，这位大哥，你肚子也饿了吧？也想吃碗面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来。这面的味道真不错，吃得好饱呀。是啊，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清水面。再来一碗。哎，不对，咱俩怎么在吃面？对啊，干正经事儿。哎，徐姐，你面也吃了，账是不是得结一下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哎，阿彪，那你的账是不是也该结一下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哎，徐姐，彪哥，你看今天也吃饱喝足了，是不是也该回去了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小林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等我通知，我让你来你再来，毕竟忽悠走他们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我再想想怎么彻底帮你解决这个半老徐娘。陈哥，你今天着急让我回去，是因为徐姐吗？对。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回去吧。回去吧。哎，你好，方便向你打听点事吗？你说，请问这附近有卖黄瓜的饭店吗？卖黄瓜的饭店附近都有吧？像什么凉拌黄瓜、腌黄瓜之类的。啊，不是，我说的是在菜市场卖的黄瓜。你说的该不会是我吧？你还记得君悦酒店的张总张有道吗？啊，我卖过他黄瓜。啊，对，就是你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张总啊，天天惦记你的黄瓜。不仅有黄瓜，还有稻米和小麦。新疆的，怎么回事？说好的把人交给我，居然不给！这不是君悦酒店的死对头老周的手下吗？他们怎么也来了？难道他们也对小老板的黄瓜感兴趣啊？徐姐，我真冤枉啊！你们当时吃完面就走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少说废话，把人给我交出来，否则今天誓不罢休！哟，我当谁呢？这么横，也不看看小老板谁咒的？这不是张有道属下的林浩吗？张有道该不会也对小林感兴趣吧？我说林浩，你不在张有道那儿乖乖做狗，跑出来乱咬什么人？别以为我怕张有道啊！告诉你，就算他在这儿，老娘照样不处他。臭娘们说话注意点，信不信大嘴巴抽你？来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哎，徐姐，有话好好说，你要不先走吧，反正小林今天也不在这儿，你再怎么嚷嚷也没用。阿彪，我们走。哼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好，我叫林浩，外号疯子。你好，我叫江城。还别说，你这个外号啊，还真名副其实。以后啊，他们两个要再找你麻烦，就给我打电话，保证他们不敢再骚扰你。你认识他们？他们是清仙阁的，就开在君悦酒店对面。他们老板姓周，整天跟我们恶性竞争，还打极端价格战。这不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张总去省城汇报去了。所以你急着找我买黄瓜，是因为黄瓜在你们酒店卖的还行？何止还行啊！我也不怕跟你说了，全靠你那黄瓜撑着。谁吃了你的黄瓜，都说你的黄瓜比大鱼大肉还好吃。可就那么半筐，那早就卖完了。原本徐姐过来只是找我要个人，这下好了，她看见你在我们店，再想想你们大卖的黄瓜，再想想我们店的面，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是我卖给你们的黄瓜。以后啊，恐怕更麻烦。这么说，他们刚才找你不是为了买你的黄瓜？以前可不是，这以后啊就说不准了。哎，蒋老板，以后你的黄瓜我们酒店全包了，包括你说的稻米小麦什么，我们也都包了。咱们马上签合同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那你包的可是要多了。我们店可还有西红柿、竹笋、尖椒，还有其他菜多着呢。你要是不想让别的饭店跟你竞争，那你要包的可就多了。这个我得回去商量一下，毕竟这些食材啊，我们有签了合同的供货商。
之前只是临时没有黄瓜，顺道就买了半筐。你看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不如留下，我请你吃碗清汤面。吃碗面的话，本来是我留给自己吃的，你吃完面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考虑全包的事儿。行。来，尝尝。这也太好吃了！不光黄瓜面好吃，西红柿也好吃啊！这样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全包的事了吧？必须全包，我们饭店啊，全靠它了。现在就给张总打电话。都这么晚了，让你家张总别这么着急赶过来了。有什么明天再说也一样。那可不行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夜长梦多，得赶紧敲定才放心。那我先去后面睡会儿，等你们老板来了再叫我啊。好。哎呀，江老板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来啊，这都是我家地里种的，你尝尝。就冲这米饭，还有这秋葵，我也相信江老板所有东西都是好东西。这个是独家专供合同，这上面的收购价，你看多少合适？这要看你们想给多少。那就100块钱1斤，只要都是这个品质，我有多少收多少，绝不二价。500斤面粉和大米5万块，再加上那些菜，一共7万块。这是空间1天的产量，也就是1天我就能卖7万块，这不比卖清水面赚的快多了？好，我可以给你签约，但是有一条，我做不了独家，我只能保证先请这君越，你们收购了，我再卖给别人。哎，张总，先站着再说，绝对不能让清闲阁抢了先。也对。来。什么事儿？张总，不好了，清闲阁向咱们公开发起了挑战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江兄弟啊，清闲阁向我们君越发起了厨艺挑战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君越啊！我怎么救？我就会做个面，这跟手艺无关，好吃的是食材。哎呀，江兄弟，你就别谦虚了。清闲阁对我们的厨师了如指掌，我们有几斤几两，他们太清楚了。这次他们是有备而来，肯定专刺我们的薄弱，所以我就想请个他们出乎意料的大厨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哎呀，江兄弟，你就帮帮我们君越吧。行，我可以帮，但有3个条件。说。第一，我不保证赢；第二，我要在后厨做菜，做好了之后端出来；第三，我不用真名，不露真容。行，都听江兄弟的。各位，这位就是我请来的神秘大厨江先生。不是我不信任各位的手艺，而是清闲阁对咱们了如指掌，就像咱们对他们了如指掌。他们都请了外援，咱们肯定也要有所准备，希望大家理解。对面已经出题了，这次比三文鱼，输的一方以后酒店不准再出现三文鱼。他们可真阴险，三文鱼是点餐率最高的海鲜之一，他就是想搞死我们。他们可是已经打出了全员免费品尝的宣传，挑战数就挂在清闲阁门头，到时候肯定会吸引来不少人。与其抱怨，不如想想到底怎么做这道菜。我那空间只有菜没有鱼，三文鱼我没有优势，但是我可以在配菜上多下料，而且那个煲汤秘籍也有增益，我试试看。既然是鱼的话，那就做道汤吧。小葛，赶紧给江先生准备食材。就我带来的那些食材，再加个三文鱼就成。张总，你相信他能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总感觉他不简单。现在也没别的办法，孤注一掷吧。
清仙阁的三文鱼出来了，我端了一碟过来。入口即化，光食材就已经赢了咱们了。这酱料又是秘制的，味道十分独特。咱们恐怕，越简单的做法越考验技术。他们新请的这个大厨真的有2把刷子，这道菜按业内评级已经到了10级最高的程度，根本超越不了。哎呀，我们输了！咱们也别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说不定江先生能和他们打个平手呢。希望能打个平手。小伙子，看你年纪不大，刚来学徒没多久，3个月了。3个月就切得这么熟练，不错，有天赋。师傅总说我笨，有点自信嘛，相信自己。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我根本没做过三文鱼。啊？所以啊，别觉得自己笨，我一个从没做过三文鱼的都这么自信，你怕什么？江先生，好了，快点切吧，要来不及了。小葛，一会儿5点的时候，你把汤盛出来，记住，只要汤，不要任何其他的东西。三文鱼要等汤盛完了之后再取出来。好的，江先生。张总，事情已经交代给小葛了，我就不在这等了。我那边也该开门了，再晚小林就得在门口蹲着了。江先生，你不等三文鱼出锅吗？不等了，汤已经做好了，就等时间到出锅就行。我在不在都一样。江先生，这是打算临阵脱逃吗？哪有人比赛到一半就跑的？除了心虚，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。我都说了，我那边还有事儿，听不懂吗？有事你早说呀！打着帮忙的旗号添乱，我都怀疑你是坑我们来的。你们要是信我，我不在你们也信；你们要是不信我的话，我在你们也不信。所以留与不留是真的没什么区别。林浩，送一下江先生。是。不是他都撂挑子了，坑了咱们这么大一笔，你还对他这么客气干嘛？是我非要他来的，而且他也说了不一定能赢。再说我还指望他家的黄瓜救君越。他就是那个卖黄瓜的。哎呦，张总，你糊涂呀！你怎么能把这么大一件事交给他呢？先不说这个了，先看看他的三文鱼吧。还有什么好看的？我现在随便做一道也比他强。还是先看看江先生的鱼再说。走吧。小葛，刚才你啊那一声，是江先生跟你说什么了吗？没什么。张总问你话的，不想干了是不是？他说，其实他也是第一次做三文鱼。张总，您都听到了吧？就这你还要看他做的鱼？他这是拿咱们整个君越的前途闹着玩呢。还是赶紧再做一份吧，希望来得及。这汤到了吧？等一下！闭嘴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师傅，这汤是我看着江先生做的，我觉得……什么场合乱讲话？你师傅就这么教你的？好不容易做的汤，怎么说也得尝一口吧。老李，你这小徒弟之前不是畏畏缩缩的吗？怎么今天这么硬气？我也奇怪，难道这汤真的不一般？小葛，你真的相信江先生？我信他。那行，开锅。哇，好鲜的汤香啊！快尝尝尝尝。好喝，太好喝了，我都形容不出来有多好喝。姓江的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这么给他当托？好闻不一定就好喝，反而越好闻，喝到嘴里越觉得失望，这就是落差。干餐饮的都知道。师傅，你尝一口，就尝一口。好吧，就尝一口。怎么样？是不好喝吧？这肯定不好喝，你看他的表情。哎呀，赶紧倒了吧！不，我们赢了，这次赢定了，
这汤不止10级啊！我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三文鱼汤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张兄弟，哎呀，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。连汤赢了？哎，对，赢了。清仙阁自己都认输了，他们外聘的那个厨师还朝我打听你呢，我没理他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这是君悦的至尊会员卡，只有几个股东才有。拿着这张卡到我们那儿，全部都免单。现在送给江兄弟，一点心意，别嫌弃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还有个事儿，我想购买你这道汤的制作方法。这个是合同，价格好说。这汤是煲汤秘籍发挥的作用，这技能只有我能发挥，这让我怎么卖？我这制作方法其实很简单的，主要还是食材的问题，只要你用我卖给你的食材做就行了。哎呀，不行！昨天晚上我们都试了，这汤好喝是好喝，但总是差点意思。我就想着，你肯定是有什么秘方。秘方是没有的，主要靠的还是食材和手法。手法这个呢，教也没用，主要就是靠自己的领悟。不过食材的话，你只要每次都用我给你的食材，然后再在汤里加一点我给你的面粉，这样的话，每一滴汤汁都有了食材的帮衬，那它的味道就能更好。虽然达不到我亲手制作的水准，但是成为你们店的招牌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咱就把这合同签了。20万够不够？就那么个大杂烩汤，居然卖20万！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把这合同给定了。哎呀，江兄你真是爽快啊！那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来找我。好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回见，兄弟。陈哥，明天晚上有事吗？没事啊，怎么了？我们同学聚会，让带男朋友过去，你可以假装是我男朋友吗？非得带男朋友一起去吗？是这样的，我跟一个女生有过节，她总是跟我炫耀她的富二代男友。她说我要是没有男朋友的话，她就把男朋友家的司机介绍给我。我实在气不过，就说自己有男朋友了，她就非让我带上男朋友参加聚会。我骑虎难下，只能……你能假装是我男朋友吗？没问题，我陪你去。谢谢陈哥。哇，诗雨，你隐藏的好深啊！没想到你真有男朋友了。女神有了自己的男朋友，好伤心啊！哟，诗雨，你还真带男朋友来了。这是我男朋友，自己开了一家投资公司。你呢？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？问那么多干嘛？又不是查户口。怎么，不能说吗？该不会是无业游民吧？我开了间面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就是妈妈的味道的老板吗？我见过你。原来就是个开面馆的。哦，难怪诗雨要在那里打工，原来是和老板好上了。他算什么老板？能有几个钱？来，冯总快坐，我要坐他那儿。这么多位置，你干嘛非坐他的位置？哎，他是嫣儿的男朋友，大家不要伤了和气啊。我坐哪儿都行。我说诗雨啊，你怎么想的？找这样一个男朋友，以后能有什么前途啊？能帮你找个好工作吗？我喜欢的是他的人，又不是他的钱。无论他是老板还是普通人，都不影响我对他的感情。哎，嫣儿，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本上传媒，实习工资9000块，我老公给我找的。诗雨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别介意，我可没有炫耀的意思。无所谓，我又不羡慕。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不够的，随便点。
我请客。那我能再点一份3文靓汤吗？听说很好喝，就是好贵啊，一份要1888，还只够1个人喝。3文靓汤可是君越现在最火爆的招牌，汤还是便宜的。汤底的3文鱼一条卖到3万，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。不过现在的汤再怎么好喝，也比不上江先生亲手煮的那锅，那才是真的顶级美食，鱼肉也好吃的难以形容。啊！你竟然吃过江先生亲手做的？听说那锅汤给咱们是数1数2的富豪品尝的，一般人根本分不到。那当然了，我老公的二伯啊，可是和君越的张总很熟的，你说呢？你女朋友跟着你真是受委屈了，恐怕你连请她喝1碗3文靓汤都做不到。今晚我就替你让她长长见识，在座每人1碗，除了你。那玩意儿，我想喝多少有多少。你还想要多少有多少？那今晚这顿你请，你请得起吗？请这一桌轻轻松松，请这一桌轻轻松松。可是啊，我不想请。没钱就说没钱，还说什么不想？哼，穷鬼，装什么呢？不就是1碗汤吗？你们喝的一点都不纯正。你这汤再珍贵，还不如陈哥的面汤。穷鬼就是没见识，几块钱的面汤敢跟几千的汤比？你，服务员买单。先生，您这次消费一共是35000元，请问你有会员卡吗？忘记带了，我可是你们张总朋友的亲侄子，经常来的，直接打折不就行了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必须要建卡才行。会员卡的话，我这儿倒是有一张。诗雨，你男朋友真是喝多了吧？这会员卡不是金色就是银色，他这是什么？理发卡吗？君越的会员卡充值至少50万起。哎呦，诗雨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挑男朋友的眼光真的不怎么样。穷就穷吧，还爱装。他们觉得这张卡是假的，这位小姐，你看呢？这的确是会员卡，而且还可以直接免单。什么？你一个小服务员懂什么？你敢给他免单？你不怕被开除吗？我是不懂，但是我至少不会把至尊会员卡当成理发店的会员卡。至尊会员卡？这怎么可能？至尊会员卡只有3张，这哪来的第4张？你这张卡绝对是假的。我要是说是张有道给我的呢？张总是君越老总，根本用不着至尊卡，哪来的卡给你？你这谎话说的未免也太低级了吧？张总就在大厅，要不你问问？听到没？张总就在这里，你让他来给你做个证啊。可以，你去请啊。我去就我去。你说的假至尊卡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啊，这卡！张总，你也很生气对吧？那个骗吃骗喝的骗子就在那儿。陈哥才没有骗吃骗喝，这就是张总给的卡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维护他？难道你想跟他一起当骗子？就是啊，诗雨，你这个时候你就道个歉吧，别要什么面子了。哟，哎呀，兄弟啊，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好让李浩去接你啊。张哥，我就是跟同学吃个便饭，觉得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没告诉你。哎呀，行啊，你来了就是给哥面子。哎，服务员，记清楚这张脸啊，以后他来了，不管拿不拿卡，全都免单。好的，张总。行，那我还有事要忙，我就先不陪你了，改天咱哥俩好好喝一杯。好，你先忙。对了，张哥，啊，怎么着？你们集团还缺人吗？哟，那得看是谁了。我女朋友林诗雨，她学的也是酒店管理。小林呢？哎呀，好说好说，回头啊，我让林浩安排一下他呢，先在集团做自己熟悉的业务，转正就让他跟着小宋干，一年呢几百万绰绰有余。那就多谢张哥。客气啥呀？哎呀，小伙子，以后啊长点眼睛，狗眼看人低，很容易得罪人的。哼！
燕儿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看人诗雨的男朋友都跟张总称兄道弟的，还给人家年薪几百万，你那月薪几千的工作，好像有点不够看了啊。老公，你二伯不是跟张总很熟吗？你让他也给我安排一个几百万的工作。滚！都这么晚了，学校还能进得去吗？宿舍已经关门了，我随便找个小旅馆住一晚就好。女孩子住小旅馆不安全，要不你去我店里面将就一下，你睡后院的卧室，我就睡大堂就可以了。大堂怎么睡啊？这不好吧？2张桌子拼在一起，不就是一张现成的床？你们2个不是恋人关系吗？直接睡1张床就行了。林浩，别胡说，小林不是随便的女孩子。我就是觉得你们都是这种关系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好了，麻烦你送我们了啊，应该的。你想洗澡的话，新毛巾在洗澡间的柜子里，洗发水什么的随便用，不用拘束。好，谢谢陈哥。有事叫我的话，我就在大堂。好。那我走了。哎，陈哥。那个，谢谢你。你都说了一晚上了。我说的是谢谢你收留我，还谢谢你帮我解决这么多事情，还有假装我男朋友，还有徐姐的事，你帮我这么多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。不用谢，我想帮你才帮的，我又不是图你什么。早点睡吧。其实也可以图点什么的。江城，人家小姑娘是信任你，你可不能当禽兽。与其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不如想想接下来怎么做，怎么才能赚到更多的钱。空间的地还是太少了，而且一直这么凭空产出，早晚会被人怀疑粮食和蔬菜的来源。要是空间的菜在外面也能长这么好就好了。空间的地不是超级农场吗？那我的愿望应该都能实现。我用超级农场结出来的种子种在老家的地里，然后再用灵泉的水浇灌。对，就这么办。阿成，你妈说你在城里开了面馆，怎么你又回来种地了？面馆倒闭了？面馆没倒闭，我的面馆啊，主要经营夜市，我晚上过去就行。那你这是干啥呢？这时候种长不成的，这不应季啊！我这是农业大学的同学研究出来的新品种，不仅长得快，还好吃，种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不管什么新品种，都得一点点长，这时候种肯定来不及了。他这是被同学给忽悠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还说什么好吃？不都那样吗？能有多好吃？肯定是被骗了。二叔，我想找你帮忙，帮我把村里闲置的地都给收拢收拢，我想统一给租了。你这2天才把自家地种完，怎么又想着种别人的地了？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？这个季节租不合适，这不是白浪费钱吗？二叔，我这新品种长得快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咱村里闲田比较多，这事儿好办得很。我就是怕你辛苦攒的钱亏在这。如果你有信心，那就没问题。放心吧，二叔，我有把握。这黄瓜才几天，这就长成了，这新品种还真不赖。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长这么快，这不就跟2月出来的鸡一样吗？肯定比不上长满熟的。来，大伙儿尝尝。这看着就那样，怎么吃起来这么好吃啊？好吃，这新品种不简单，还真是长得又快又好吃。江城，你小子行啊！还以为你租这么多地，肯定要赔大发了，看来是赚大发了。好吃是好吃，就是零售卖得慢，不等卖完都得烂地里。唉，可是不零售的话，就只能批发。现在的超市都有固定货源，甚至自家就有大棚基地，想欢乐买就有，人家根本不可能买外面的农产品。就是啊，江城，要我说，你就低价贱卖，总比烂地里好。对，主要你这也太多了。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没销路，再好吃也白搭，等着赔钱吧。赔钱倒也不至于，我是不会赔钱的。不信，咱走着瞧。别以为农产品那么好批发，碰得你头破血流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哎，我可是过来人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是在干嘛？啊，在种地。
种地好，在老家也挺好。我那个汽车美容店也半死不活的，有时候我也想干脆关门摆个地摊算了。对了，群里的同学会通知你看见了没啊？看见了，一起去呗，大家都好久没聚聚了。在哪儿？君悦酒店，咱们是最排场的地方。哦，怎么了？怕消费高啊？没事儿，有人请客。不是，最近常去，有点腻了。是，常在门口路过是吧？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咱们的农业种植家来了。种地咋了？谁家祖上不是种地的？我要是干不下去了，我也回家种地，跟我哥们儿搭伴儿。行吧，坐吧，大农业家们。各位，我们的惠女神来了。好久不见。女神依旧，可惜我已经胖了。只要有钱，什么女神把不到啊？谁说我们惠誉呢？哟，虎哥来了！来，坐。虎哥，你可来了！你是包工地的大佬，咱们这群人里就属你最能耐，说两句吧。对，我这2年啊没少仰仗虎哥，虎哥是真有本事啊！随便让虎哥讲两句。既然大家呢都让我讲两句，那我就简单讲两句。大家都是高中毕业的，不像我神虎，高中没念完就辍学，其中的原因呢，想必大家也都知道。江城，说起来这事儿还真怪你，要不是你，虎哥也不会被学校劝退。要不就趁今天这个机会，你给我老实道歉啊！这事儿好像是神虎的错吧？当初神虎要打江城，这才误伤了老师，被学校劝退。这怪江城啊！我记得当初虎哥教训江城是因为惠誉吧？虎哥对惠女神可是痴情的很，你打算再续前缘？什么样？别胡说八道。当时年轻嘛，惠誉这样的班花，有谁不喜欢呀？就江城那个垃圾，还敢跟他说话？那我不干他干谁啊？就是那个江城，我是说当时我觉得你不配，我不是说现在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年少轻狂嘛，我懂。虎哥说的对呀，那语文老师啊就是脑子有病。你说他要是不帮江城，不就没这事儿了吗？活该挨顿打。姚金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打人还有理了？挺能耐啊，王帅。最近洗车场的生意不错呀，勉强够生活，不用求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上个厕所。对不起。王帅呀！吴总，你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还真是王帅呀！你小子一点都不机灵，跟个榆木疙瘩似的，喝个酒都能撞上了是吧？是，都是我没注意，以后店里生意还得您多多照顾。好说。哟，这不是王帅吗？刚才谁说的不求人呢？现在跟条狗一样。哟，这不是吴俊吗？怎么，看见我也不来打个招呼啊？虎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不跟我们高中同学小聚一下？原来王帅王总是您的高中同学呀！以后我让我们的车呀都到王总这里去洗，分公司也去总公司也去啊！谢吴总。光谢吴总，也不谢谢我。哟，不是说不求人吗？还不是得仰仗我们虎哥？就是啊，王帅，光说个谢谢就够了吗？你高低不得鞠躬，跟我们虎哥喝一杯啊！要不磕个头也行。你们别太过分了。哟，我们的大农业家发话了，怎么着？要替同学出个头啊？这头你出得起？吴俊，看明白了吗？这有些人他不配当我同学。明白了，虎哥明白了，我明天就换洗车店啊，全都换。王帅，别理他们，洗车店生意我来帮你，我们走。哟，饭没吃饱就想跑呀？是怕出不起饭钱啊？没事，今天这顿饭啊，沈公子买单了。就是，别怕，不用你掏钱。你这种穷酸样，估计是第一次来这种高档餐厅，随便吃几口就够你扒了1年黄瓜西红柿了。这顿我请了。你请？你知道这一桌多少钱吗？你当这在小餐馆啊，吃一顿几千块钱？这一桌5万，你一年赚不了5万吧？这可是君悦，
咱们市的牌面，你这个乡巴佬还夸海虎请客，你请得起吗？别为我赌气啊！不知道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江先生，你免单。什么免单？服务员，你是江城的熟人，给江城做托的。告诉你，我们虎哥要是真走了，你这单可就黄了，你可得自己掏腰包往里贴。江先生是我们君悦的贵客，他什么时候来，消费多少都是免单。这才叫真人不露笑，不像某些人。装什么装？我就不相信你有那么牛逼，把你们大堂经理叫过来，我看你们还怎么装。怎么回事？成哥，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？我就和同学来聚餐，没想打扰你们。江城，你可以啊，吃个饭还雇人装大头，还成哥学咱们虎哥呢，你咋不让他叫你江爸爸呢？小子，说话注意点，不注意又能怎么样？你不就是江城找来的一条狗啊？我可是有虎哥撑腰。哎，浩哥，吴俊，胡总喊他哥，他喊江城哥，那江城岂不是最厉害的那个？浩哥，吴俊，喊他们谁哥呢？阿虎，哎，神虎，这位是浩哥，是君悦张总的左膀右臂呀，在君悦除了张总啊，就是他了。浩哥，哎呦，久仰久仰，鄙人神。吴总是吧？刚刚我兄弟说的那个车行买卖，哼，成哥是我们君悦的贵客，在我们君悦可以直接免单。以后我们旅行社所有的车啊，都在王总这儿保养，不管是公司的还是私家车，都在这保养。哎，好说好说呀。君悦的会员最低也要50万起步才充，至尊会员卡更是只有3张，是同创科技李总那样的人才配有的。同创科技，我的天，这至尊会员卡的含金量可不低呀。所以就说，连李总那样的人都得拿卡消费才能免单。江城他到底有什么隐藏身份，居然刷脸就可以免单，这么牛？江城，你是怎么混得这么牛的？我就靠种地啊！我送你们回去吧，成哥。不用，王帅开车了。我顺道坐他车回去就行。哎，对了，陈哥，张总说要翻倍的货，明天就拉。行，我那边还有辣椒、西红柿、西葫芦，到时候我直接多给你们摘一点。好嘞，我明天一早就来找你。行，那我先忙去了。行，哎，哥们儿，你还真是靠种地蹦上的君悦啊？当然了，我就只会种地。那你菜得有多好吃啊？居然一跃成为君悦的座上宾。你去我地里摘2个黄瓜，尝尝不就知道了。地里种的虽然不如空间的好吃，可也是空间的种子种出来的，又是零泉水灌溉，比其他同类蔬菜粮食还是好吃很多的。行啊，我现在就去你地里掰黄瓜。走。哎，这江城还真是靠种菜跟张总拉上的关系啊。看这样子应该是。你俩趁着天黑去江城的地里给我摘点黄瓜。还有西红柿，我到底看看这小子是不是凭借这些烂菜就能混成这样。不过这君悦的菜是真好吃走走走。原来他就是给君悦供货的江先生。张有道藏得严严实实的，生怕我们抢了他的货。要怎么让他给我们超市供货呢？来，我听说江城的地都不打农药，这西红柿啊，闻着就香。我尝尝。你个吃货，不就是个西红柿吗？没见过一样。好吃啊！你尝尝。妈呀，真好吃啊！就是怎么感觉跟君悦的比差一点儿？君悦的菜不也是江城送的吗？那都是做好的，这没做好，差一点也正常。哎，反正都是好吃。谁在呢？走。看来得赶紧找人把这块地给收了，不然早晚遭人惦记。哎，虎哥，偷来了！哎呦，偷，真的偷啊？那就叫顺道摘点儿。哎，虎哥，你快尝尝！这怎么都咬过的呀？就没有个好的呀？
我们摘的时候被发现了，光顾着跑了。好吃吧，胡哥？还行吧，看来江城这小子就是靠这些菜上位的。那虎哥，咱们要不要跟他套近乎？说不定还能分一杯羹。就是啊，套个屁的近乎！他能靠，咱们也能靠。你的意思是？去把石头那小子给我找来。好，走。怎么样？有人愿意要试试吗？我已经跑了5家店了，他们都有固定的供货商，不接受别的供货。我们的菜是好菜，万事开头难。今天才是推销第1天，以后我们肯定能行的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我也推销了5家，还是不行。你要不先回去？你在君悦上班已经够累了，才休1个周末，还过来帮我忙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帮了我这么多忙，我帮你一下不可以吗？难道你是嫌弃我笨，推销不出去啊？我自己也推销不出去，我嫌弃你，不就是嫌弃我自己吗？那我明天还来。好，那你要不去对面的冷饮店休息一下，我再推销完至最后1家，然后我带你去吃饭，吃完饭送你回家。我想吃你做的饭。好，那就回面馆，我给你做。好。都，是谁啊？经理你好，我叫江城，冒昧打扰，我想跟您推销一下咱们自己种植的蔬菜，希望能加入咱们的欢乐买超市。不用，我们有自己的蔬菜基地，你觉得我们会放弃自己的用你的吗？经理，我们这个蔬菜走的是好吃不贵的亲民路线，跟您的蔬菜基地里面的蔬菜不冲突的。行了啊，赶紧走吧，我这等会儿还有贵客。好吧，那我就不耽误您招待贵客了。行。不过，还是希望您尝一尝，谢谢。好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都说了不要。小黄，董事长，怎么拿根黄瓜？这咱超市的吗？不是，刚才有个年轻人来这推销蔬菜，我都拒绝他了，他非要留根黄瓜，我这就准备把它扔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黄瓜给我。快去把那个年轻人追回来！什么？找到他，找不到他你也别回来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啊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没找到，超市里监控我也查了，他出了超市就不见了。去金街。行，董事长请。这怎么还锁门了呢？董事长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这家面馆的老板？张有道那个老狐狸把江先生藏得严丝合缝，他以为我这样就找不到人了，这不还是被我打听到了？还是董事长厉害啊！你们2个来晚了一步。这家店的老板啊，跟他的伙计啊，刚刚吃完饭走了。那他明天还来吗？哟，来不了。他这老板当得懒得很。原来啊，1天来1次，1天只卖50碗。现在啊，只有周末晚上在，2个晚上兑1周的面，总共350碗。1天啊，175碗，1碗都不多卖呀。那他来的也不好吗？省得抢你们生意。我生意好得很，他开不开门，我都不怕他。那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？我跟他又不熟，我干嘛要有他的联系方式啊？那您知道谁有吗？你到大街上随便抓个大学生，说不定他们就有。小黄，你赶紧打听一下。是。儿子，怎么样啊？我就说嘛，没有销路，再好的菜呀也是白搭。你还请了那么多人帮你收菜，1人1天50块钱，你就等着赔死吧！老婆别，你说什么呢？江城把大家闲置的地都给收了，目的不就让你们多挣一点钱吗？现在钱你们收了，江城遇到点难处，你们在这看笑话？他把裤子都赔没了，你们还想着他挣钱呢？真以为那钱那么好挣吗？行了，少说2句。啊，你之前种地那是赔了，
人机商场也要赔吗？你要再多说，我跟你不客气了。哼，没事儿，儿子，没钱也没事儿，好歹咱还有这么多吃的，怎么着啊也饿不着。你是？江先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之前呢，确实是很失礼，我向您道歉。这位是我们欢乐买的老板董总。你好，董总你好。是这样的，你的黄瓜非常不错，我能再尝尝你别的蔬菜吗？啊，可以。哎，来，您尝尝，您也尝尝。不错，很好。黄经理，谈合作吧。江先生，我们打算呢和您签订代销合同，您的蔬菜只需要给我们2成利润，就可以在我们店里进行销售。您看怎么样？儿子，2成，可以，2成绝对可以。黄经理，你怎么突然就同意销售我的蔬菜了？而且还给了这么大的优惠？啊，这多亏了我们董总啊，是他坚持要找你的，我们连妈妈的面馆都续了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。我知道你是君越的供货商，所以才想找你。之前啊，是张有道把你藏得太好了，不然我早就来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是诚心跟你合作，所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给到最大了。我们欢乐麦超市在全国有几千家连锁，这你应该知道。我们是打算将您的蔬菜在全国进行推广，当然前提是您的种植面积能够跟得上。这个你们放心，我们村大部分的地现在都在我手里，不够的话还有邻村的闲置地，而且我们的采摘人手也够。如果这样能够去形成产业链的话，那我就可以开公司，招正式员工。那你可就成超级农场主了。是这样，优惠咱们说完了，咱们也该说说其他的。你的蔬菜必须给我们签订独家代理合同，至于其他超市的合作，你必须拒绝。你看，你必须拒绝。你看。很合理，不过我们先签1年，如果合作愉快的话，可以再续。好。好，我明天一早就安排车子来拉菜，广告横幅我今晚就做好，明天进行第1批试销售。另外，明天我们安排2个展柜，市区内8个超市同时上。再见，黄经理，再见，董总。老姜，恭喜啊，恭喜！你儿子出息了，这马上啊就要成超级农场主了。我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他能成啊。咱儿子可真有出息。恭喜什么恭喜啊？人家刚才说的是预销售，预销售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懂吗？预销售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懂吗？你要是卖的不好，人家肯定不给你那么多摊位啊。你到时候啊，合同也签过了，别的超市你又不能合作，只能看着你自己的菜啊烂在地里。呦，嘿，当初我走过的路，你还想再接着走一回吗？老婆皮，你一次次说我儿子，我也都忍了。你要是再说，我可就忍不了了。哎呀，你急什么急呀？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你那么多黄瓜西红柿，想一下子卖光，别说你了，就是大超市也做不到。再说了，那菜市场才是大多数人的首选。嗨，早晚呐，这菜是要烂的，你就是赔不了那么多，也挣不了多少。好了吧，何必跟他计较？等我把菜全都卖完了，他自然无话可说。你装什么装？我看你卖得完。我去你！消气。虎哥，我让我爸都打听清楚了，江城的种子是他农业大学的同学送的。你爸那老泼皮靠谱？靠谱，这在村里啊又不是什么秘密。江城从他同学那儿拿来种子，然后种在地下，浇水，除草，既不打农药又不施肥，半个多月就长成了。快不说还好吃，还长得多，比一般的菜呀好2倍都不止。虎哥，你赶紧打听打听，是江城哪个同学在农业大学？
咱把种子弄过来，咱们也能发财啊！行，我这就去烧。哎，就是这。江先生，您来了。你看这么多人在排队，看来我们昨晚的宣传很到位。而且我还特意加了限购。限购？对啊，限购，每人每种蔬菜最多买2斤。2斤这也太少了吧？哎呀，不少了。光昨天晚上登记排号的就300多人，这还是第1天，以后啊只会更多。300多人呐？对，一人买2斤，那就600多斤呐！这么多种菜，这得多少斤呐？这还不算没排号呢。儿子，咱的菜呀，不愁卖了。是啊，经理没货了。哦，小刘啊，安排仓库赶紧补货。张哥，这不就是普通的家常菜吗？你特意喊我过来吃，是有什么说法吗？兄弟啊，我先保密，你尝尝这几道菜有什么不一样？行。老弟，感觉怎么样？右边的菜全部胜出，无一例外。2个大厨的手艺，一个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食材不一样。左边的是在欢乐买的，右边的是清鲜阁最新推出的高端养生菜。这高端养生菜啊，确实比欢乐买的好一点。我说成哥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这可是在抢咱们生意啊！可我哟，都在呢。谁准你进来的？冯大囊，听说清鲜阁的高端菜是你给送的？哎呀，是啊，张总，你也别怪我，毕竟现在生意不好做，遇见个好项目不容易啊。你说的好项目就是这高端菜？是啊，这菜我可是下了血本，就等着赚得盆满钵满呢。不瞒您说，我把大半身家都投进去了，就是为了培育这些高端菜。切，大半身家，冯大囊，你倒是不怕赔光了？我们走着瞧。慢走，不送。这可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君越真要输了？你没吃出来，我给欢乐买的菜和给君越的菜不一样吗？确实是不一样。难道不是因为批次不同，所以才不一样吗？哎，不是因为这个，是因为本来就不一样。我给欢乐买的是中低端亲民绿色路线，我给君越的是高端养生路线。哎呀，之前因为忙着种地，晚了1天收黄瓜，没想到这黄瓜不仅没老，还好吃了一点。这次我专门等了10天才来，不知道会不会更好吃。来尝一个。这品质比晚1天收的好了不止1点，这才是真正的高端食材。看来让黄瓜长够限时的时间，品质会更高。以后我就按照正常的时间来采摘，这样的话，空间里面生产的走高端路线，外面的就走平价路线，这样一来双管齐下。恭喜宿主初次让菜长满10天，奖励1亩超级农场，总计2亩。 1亩的产量就比外面的1亩多了，现在有2亩，那产量更是会翻倍啊！正好君越有那么多连锁酒店，这样的话，我也可以尝试给他们去供应一下了。哎呀，来，这品质真的比之前还要好。要是以前就这品质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误会欢乐买的和君越的是一样的菜了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我以为之前已经是最好的了。以后啊，品质还会更好，只是时间呢还需要久一些，不能每天都有这么多。嗨，明白。姓周的，我把大部分身家都投进去了，为什么突然不是我的菜了？我正打算换高端菜的供货商，你的菜算了吧，
我的菜那么好吃，你知道有多少人追捧他吗？你这憨货真以为君越的菜和欢乐买的是一样的？人家走的根本不是一个路线。你的菜高端的没有人家味道好，低端的你没有人家便宜产量高。你这种不上不下的，还想来坑我们清仙阁？不让你赔偿我们损失，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朱总，我查出来了，君越酒店的蔬菜供应就是那个妈妈的面馆的老板江城，之前君越的高端蔬菜也都是他送的。果然是他，我就知道他姓张的护着那小子肯定有问题。就是，要不是那个江城啊，那个林诗雨早就是你的囊中物了。哎，早晚还是我的。有人在家吗？你找谁啊？你是江城的妈妈吗？我是，怎么了？阿姨你好，江城出车祸了，现在在市医院呢。我是他朋友，特地过来接你一趟，你赶紧过去看看吧。严不严重？我现在就给阿成打电话。他现在做手术呢，打了也没人接，咱赶紧快走吧。还要做手术？这么严重？我去喊他爸。阿姨您别着急，不用叫叔叔，他就做个小手术，现在需要人照顾，我就特地过来接您，过去照顾他一下。咱们快走吧。喂，彪哥，搞定了。我让他妈喝了加了料的水，他妈已经睡着了。好，打电话给江城，让他停止对君越的供货。明白，彪哥。江城，我用你妈的手机给你打电话，你老妈在我手里，我就不信你不服软。喂，江城，你小子挺忙啊，这么老半天才接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妈现在在我手里，你要想她不缺胳膊少腿的，就按我说的办。别动我妈，我什么都按照你们说的做。喂，别挂电话呀！到底是谁？是谁绑架了我妈？喂，连浩，10万火急，我妈被绑架了，我怀疑是清仙阁干的。他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求我停止给你们供货。他老了的，肯定是周森的畜生。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姓周的。哎，你别急，周森的手段我最清楚，我这就帮你找人。可是我也想去。你去反而更惹人注意，你等我消息。周森，清仙阁，我不去招惹你们，你们偏来招惹我，你们给我等着！等我妈平安回来之后，我让你们知道招惹我的后果。哼！恭喜宿主初次在超级农场连续劳作满1小时，奖励超级农场1亩，总计3亩。恭喜宿主初次在超级农场连续劳作满2小时，奖励超级农场1亩，总计4亩。恭喜宿主初次在超级农场连续劳作8小时，奖励超级农场1亩，总计10亩，已达最高面积，奖励宿主催眠术。我等不下去了，我现在就要去找我妈。他老了的，那个周森甩得很干净，我们只能查到阿彪身上。阿彪牙硬得很，什么法子都想遍了，他死不承认绑架，还没有证据，就算报警也没用，这可怎么办？我现在就过去。这事儿明摆就是你干的，你以为你不承认，我们就不知道？要不你打死我怎么样？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。这个阿彪跟着周森混了很多年了，早就成老油子了。林浩打了半天都没问出来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不着急，我再问他一句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那你明知道我妈在哪儿，聪明人都会选择坦白从宽，少挨点打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那我妈在哪儿？你妈妈在邻村。这就说出来了，我怎么感觉他像是被催眠了？兄弟，有2下子呀！我昨晚就该说什么都得跟去的，现在等得太心急了。
哎，你这身子骨还是这段时间种地结实了点，之前跟个白斩鸡似的，去了也帮不上忙，说不定还会拖累人家。我要是会点武功就好了，不求像电视里那样飞檐走壁，好歹有2把刷子，这样才能保护你跟我妈。哎，妈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我不是去医院看你了吗？我咋绕一圈又回来了？你没有出车祸吧？哎，妈，我没出车祸，我只跟自行车蹭了一下，没什么事。那个人他咋会说你出车祸要做手术呢？哎，他听差了啊，没事就好。啊，你朋友们都在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放心吧，我会紧盯着周森那边，不会再给他机会了。主谋是周森，那是谁动的手？是一个叫徐臭的，他是徐姐的侄子，在酒店街开了一家叫臭味相投的酒吧。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了，我一定会替阿姨报仇的。报仇的事，我自己来。啊，我去地里薅点尖辣椒来。哎，妈，我去吧。哎，差不多了，摘多了也吃不完。这是什么？恭喜宿主，升职超级农场满100天，奖励武功秘籍1本。这超级农场就是牛！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招数，浑身都是使不完的牛劲儿。徐超，你给我等着！哥，你是第一次来酒吧？是啊，第一次来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看你点的酒就看出来了，来的次数多的人是不会点这么贵的酒的。酒保最喜欢赚你这类人的钱了。你呢，也想赚我的钱吗？是啊，我想赚你点酒钱。你就不怕我喝酒不给钱？不怕，这场子是臭哥的，在这条街上没人敢和他作对。我喝酒不给钱是真的，等会儿要是徐臭来了，我要把这酒瓶子砸在他脑袋上。我的天，你说的竟然是真的！谁砸老子？把音乐给我停了！到底是谁？有胆砸没胆认是吧？怂货！怂货！这破酒吧酒不怎么样，酒瓶子质量倒还不错。你是谁啊？怎么绑架了我妈，却不认识我啊？你是江城？说吧，你是自己去警局自首，还是我把你扔进去？就凭你，兄弟们，弄他！武功秘籍全靠你了。你别过来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自己去警局自首，还是我把你扔进去？哎，陈哥，上次小弟不懂事儿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小弟，原谅小弟。看来还是要我自己动手。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陈哥，我自首，我现在就去自首。我看着你去自首，走。哇，这哥也太牛了吧！江城，我忙着呢，没空理你。上次让你在君悦装了一把，今天你在装啊！我现在也是有至尊卡的人，你在君悦免单，老子在清仙阁免单。我说了忙着呢，别烦我，没空理你。你得意什么？这里可是清仙阁，我老公的地盘。清仙阁的高级养生菜可是我老公的二叔供的，你们君悦呀输了。神经病！我现在就给林诗雨打电话，她就在对面君悦，我要让她过来看看她男朋友现在有多落魄。喂，诗雨，快来看看你男朋友吧，他呀输惨了，跑我们清仙阁来求饶了。哼，
稀客呀，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喂，周总，在哪儿呢？陈哥找你。办公室，来吧。行，我们现在就上去。陈哥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看猴戏呢。你骂谁呢？你既然来了，跟我一起去找周森吧。好。还没结账呢，冯先生，请您先结下账。你都不认识了，我还用结账？抱歉，冯先生，总共是56000元，麻烦您结下账。我老公可是至尊会员，直接可以免单的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老公，快把你的至尊会员卡拿出来给他看看。抱歉，冯先生，您的至尊会员卡已经被注销了，请您结下账。什么？注销？怎么会注销？我们昨天还可以免单的。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你们可以问一下周总。我现在去找他。请结账。爽吗？看他们倒霉的样子，特别爽。跟着你成哥，天天让你爽。成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看你成哥大杀四方。我就知道成哥最厉害了。哟，这不是小林吗？几天不见，更水灵了啊！你，这是我的女人，麻烦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我要和你清仙阁对赌，输的一方就别在徐氏餐饮界混了，敢吗？我凭什么跟你赌？就凭你3岁小孩的激将法？这都是爷玩剩下的。如果我加上高端蔬菜的供应合同啊，陈哥，就问赌不赌？好，我跟你赌了。江城这次赌这么大，万一输了，咱们君越可就真完了。我相信陈哥，张哥你就放心吧。灵光大师可是我从清仙阁总公司专门请来坐镇的顶尖大厨，说是厨神一点都不为过。你以为单靠食材就能赢过厨艺顶尖的灵光？做梦呢！就是，灵光师傅随便一道菜，那都是顶级美食。他还是全国美食节目的特聘厨师。怎么比？怎么比？今天我是来单挑你们清仙阁的，题目自然是你们出喽。听闻江先生的3文2汤闻名举世，炖汤技术想必也是一绝。我正好想见识一下，咱们就从最简单的紫菜蛋花汤开始吧。这紫菜鸡蛋汤可是灵光的拿手绝活，看着普通，但可是被全国美食节目称赞过的。一开始就拿这个比试，真卑鄙。就是，还一副让着江城的样子，真不要脸，跟周森那老东西一样。退。那就开始吧。哼，你要是跟我比做菜，我还真不一定能赢。你跟我比汤，那你可真是倒霉到姥姥家了。还是那个味道。这味道不错，还得是灵光师傅熬的汤。江城，他怎么还不炖汤啊？江城，陈哥，陈哥，陈哥，时间已经到了吗？我这闹钟还没响。紫菜蛋花汤可是灵光的拿手绝活，看来咱们是赢不了了，咱不比了，走吧。我只是刚刚等得太无聊了，睡着了而已。这汤啊，还有3分钟就好了，等等吧。还要再等啊？灵光师傅都已经出锅了，你的还没出锅，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好了，过火起锅。就是这个味道。哇，好香啊！鲜，真鲜！看来咱们呀还有希望。闻起来香有什么用？得尝过以后才知道。哼，炖了这么久，还有这么多汤，这火候掌握的可真好。火候好有什么用？
得好喝才行。难道它比灵光师傅的还好喝？这汤简直了，比灵光师傅的好喝不知道多少倍。你看，这鸡蛋花，每一个都有糖心。这蛋花汤最怕时间炖长，一不小心就炖成10蛋了。而且炖这么长时间，还有溏心蛋，一边是溏心蛋，一边还是10蛋，这简直是个奇迹呀！我选江城，江师傅。我也选江师傅，江师傅做的真棒！哎呀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确实比我做得好，甘拜下风。周老板，应该还记得咱们的赌约吧？我愿赌服输。什么？你怎么答应他了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咱食材没他好，厨艺又不如人家，连灵光都输给他了。我们继续在这里扛下去，许是还有我们一席之地吗？走。哎，哟，走了，慢走不送啊！耶，赢了！他们现在认怂了，你现在开心了吧？没多开心，我还没开始复仇呢，他们就认输了。没意思。来，让我们恭喜江城！大致情况呢，也就是这样。现在的货供不应求，只要是种植的话，就等着坐着收钱就行了。那咱种出来这粮食按什么价收？跟我一样，欢乐买抽走2成的利润，其余的话都是你们自己的。那你这不是1分钱都不赚了？我赚个种子钱，你们啊得买我的种子。种子啥价啊？就按照市场最低价，大家都是同一个村的，我不可能多收你们的。大家伙都听到了，阿成这孩子有出息了，是个好孩子啊！现在还想着大家伙。这次合作种植，我第一个报名。我们家的这个地啊，全种阿成的种子。你报名吗？我报名。我报名。我报名。我也报名。报名可以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要种的话就得好好种，别的种子啊种不出我这个品质。而且呢，你们到时候交出来必须是我的种子长出来的，不许弄虚作假，一旦发现，后果自负。那是必须的，咱们这个白纸黑字签合同，心里面牢靠。行，那就这么办，我这就去准备合同。好。爸，哎，江城回来了。阿成，你忙完了？对，种子都分完了，除了个别家，咱们村里的地啊，种的都是咱们家的种子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最近赚的钱，你们帮我存着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可以随时取出来用。这是多少个零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7个零，1000万。这可是……哎呀，我是不是眼花了呀？我寻思着，顶多也就是挣个几十万，咋会挣这么多呀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等我们的全国连锁铺开，再加上君悦的高端食材链，这赚钱的路子可能还会更多。到时候别说1000万，1个亿、10个亿，甚至可能更多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哎呀，儿子，你这可不是有出息了呀，你这是有大出息了呀！儿子，妈妈是寻思着，趁现在没有太多人知道你有钱，找个实心实意的，大家都知道你有钱了，小姑娘心思也不单纯了。阿成是心眼实，咱怕被人骗了呀。妈，我已经找到实心实意的。谁呀？我去找王帅买车去了。哎，臭小子！你这小子一说到正经事他就跑。陈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哪来的新车啊？新买的吗？对，刚买的，专门用来接女朋友的。女朋友？谁啊？当然是你啦，你不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好，那我的女朋友，请上车吧。那我们去哪儿啊？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，你要见吗？我见。小心。
爸妈，我把女朋友带回来了。你这臭小子，自从上次说有了女朋友，到现在1个月了，你才把人给我带回来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好，我叫林诗雨。哎，好姑娘，来坐吧。来坐吧。来，快坐。阿成，这么好的姑娘，你以后可得好好对人家呀。妈，你放心。阿成妈，你可得帮帮我们呀！怎么了？这是？我们不是种了石头家的什么农业大学的新品种吗？好不容易长成了，却没人来收。石头联系了那个农业大学，人家说只是实验田，没说包收。人家现在撒手不管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当初我就说过了，合作种植只那一次，往后再加可就进不来了。阿成，你开那么大的公司，雇了那么多人，也不差我们这几家，你就帮帮忙吧，都是乡里乡亲的。正是因为开了公司，才更要坚持规章制度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阿成妈，你帮帮忙嘛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都这么多年的关系了。阿成，你看，要不就通融一下，下不为例。好吧，我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再加上今天是我女朋友第一次登门，我图个喜庆，给你们一次机会。谢谢阿成。他奶奶的，江城把咱们全都给坑了。他说他那个新品种是他那个农业大学的同学给的，哼，他的同学就那么一个，先忽悠咱们买了种子，又是骗咱们开了实验田，所有家产全用了，又是租地又是买种子，结果他们不收了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我们家的地也是实验田，咱们啊都被江城给坑了。虎哥，新闻你也看了，江城可是把周总都赶出了局势了，而且现在不光张有道站在他那边，连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欢乐满老总也站在江城这边，咱们惹不起。这虎哥，要不咱们就想办法把菜都卖了，好歹能回点本。那可是我全部家当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虎哥，要我说，咱当初就不该种那实验田，本身就没钱，这还欠一屁股债。哼，要我说呀，咱们的日子不好过，也不能让他江城好过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一把火把这地给烧了，我让他也尝尝破产的滋味儿。对，干他！江城，你既然坑我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那个虎哥，这事儿我可不参与啊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对不住了，我先走了。虎哥，我也走了。闹主！他们不干，咱们干。石头，老婆皮，走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。喜欢，这么大的别墅，到时候把咱爸妈都接过来，让他们好好在城里享福。爸妈他们住惯了村里，未必喜欢这里。以后我把老家那里的房子也都改成大别墅，他们想住哪里就住哪里。好。江城，要不是你编造了个什么农业大学的同学给的新品种，我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都是你害的，老子！给我蹲下！警察同志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就给我放了吧。哎，老实点！都是老破皮怂恿的我们当时只是一时气活了头啊！起来，走。哎呀，没事了。没事了吗？这里还有这里，一定要按期完成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急，等会儿要吃午饭，吃完饭再走。好。你辞了君越100万年薪的工作，
做我的助理，你不后悔吗？我不后悔啊，你是我老公，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男人身边都是有个贤内助的。好了，大忙人，快接电话吧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张总，国外好几家5星级酒店找君悦合作，指明要用你的高端菜。张总，我这产量顶多就供给君悦的全国连锁店，再也挤不出一点儿。要是能翻倍，我肯定更加愿意咱们的菜能走出国门。哎呀，就不能想想办法？哎，我试一试。你能够让产量多翻几倍吗？我这不是为了自己挣钱，我是为了让咱们的菜走出国门，为国争光。看来是不行了。这超级农场自从上次给了五谷秘籍之后，就再也没了反应。看来是能给的都给完了。恭喜宿主，初次什么也没干就要离开空间，奖励田产翻10倍。这超级农场可真牛啊！这想来什么就来什么。不过初次什么都没干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说我每次来了多少都要干点什么，要么就是摘个菜，要么就是翻个地，再不济也要弄口灵泉水。这次什么都没干，这超级农场你可真有意思，一定能成功。这回就什么都不愁了，必须的。陈哥，今天约我们合作的那几家厂商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，他们都想和我们合作，想让我们的农产品去生产副食品。哎呦，既然你还有事情要忙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咱们改天再聊。那我就不送了。对了，今天有几家厂商是国外的，他们带了自己的翻译，但是我还是把我们的翻译带过来了。我要是精通各国语言就好了，也不用翻译来翻译去。恭喜宿主启动超级农场满500天，奖励外语精通技能。陈哥，你笑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人生处处有惊喜，没准哪一次他就来了。走吧，走吧。江总，外面又来了几个人，说是你的老同学，想要见你。有事在群里说，连群都没有，算什么老同学啊？不见。还有一个自称是你的前女友。什么？不见。还有几个是电视台的，想采访你这个超级农场主，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。